他犯了一个天底下男人基本上都会犯的错误，然后这个，等我知道的时候，都已经晚了。他在外面有了个儿子，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没法说。然后后来想着嘛，这样都痛苦，天天吵架。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提出了离婚嘛，我不想说了都，说了难受的很，现在好像都几年之前的事了。然后我想着还出去做这个之前的工作吧，但是有了孩子，身材肯定跟之前不一样了，肯定有点走形变形了，而且要东奔西跑，要照顾女儿，有点不方便。然后想着要不在家自己开个店。你这把这么好的车当成小货车用了啊？我没办法，不会开那个手动挡的。赶紧来帮我搬一下，前面还有哦。哦，后面放不下了。对，车太小了。这个葱蒜是干嘛用的呢？洗肉用的。哦，洗肉还要拆这个？对，去腥味的。你这变成专业大厨了。生活所迫呀。这个是除腥的哈。对，多倒也去腥味。一般我们会把这个肉就是洗到那个颜色发白，要一根一根用力洗。你看我们用的五花肉都是金五花带皮的，新鲜的，一定要新鲜。另外都是3成的金五花，而且这个肉一定不能用冷冻肉，冷冻肉做出来的口感跟这个肯定是相差很多很多的。你看都是血水，要搓出来，那样才没有膻味儿。一定要洗到这个水发清，它不像红烧肉可以过水焯水，这个是不焯水的。你看第2遍的时候是不是血就没那血水就没那么重了？啊，明显就是发青了。对。夏天的时候，像我们在外面烤的时候，那炉子升温的时候，最高温度300度，那个汗真的是一滴一滴的往下流。冬天好过，夏天不得命。越轻了吧，肉都发白了。累啊！用这个一定要用力搓，不用力搓不行，血水出不来。这个就可以了哈。对，就洗到这样，你看肉基本上都发白了。这就要给它腌制一下。对。你这个配方怎么全是用小袋子装起来的？脑子不好使，那克数有的时候记不清楚，都称好了，这样也方便。一盆肉，然后就放这一袋。对，这是30根肉，再给它按个摩。这个要腌多长时间呢？这个拌好之后腌不了多长时间，腌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挂起来，然后风干了。那你这个就放了一袋的调料就可以了，别的不用放吗？还有，你这连芝麻都是用小袋装好的。对，克数都称好的，就是拌这个有点费劲儿。其实做小吃的啊，你说他不挣钱嘛，也不可能，就是都是挣那个辛苦钱，真的。就太累了哈。对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熬的料油。哦，是不是很香？出味道就是靠这个了。对。你干这个烤肉干了多少年了？4年了。哦，已经做了4年了。啊，马上快5年了。今年过3了，女儿都9岁了。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从学校出门的时候是做那个模特的。哦，原来做模特的啊，好工作啊。东奔西跑的，还好吧。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烤肉的呢？这个说来就长了，这个还得从我女儿她爸爸说起了。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嘛，就是做模特，然后2人刚开始加了 QQ 以后，就经常，人家约会都是什么逛街什么的，我俩约会吃五花肉。2人都爱吃这个。对，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吃2次，1年多吧。然后我俩就结婚了，后来有了我这个可爱的女儿，然后我也没出去工作了，就在家带孩子嘛。可是过了2年以后，他犯了一个天底下男人基本上都会犯的错误，然后这个，等我知道的时候，都已经晚了。他在外面有了个儿子，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没法说。然后后来想着嘛，这样都痛苦，天天吵架。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提出了离婚嘛。
但是我要我女儿，我净身出户就这一个条件，然后她也同意了。然后我想着还出去做这个之前的工作吧，但是有了孩子，身材肯定跟之前不一样了，肯定有点走形变形了，而且要东奔西跑，要照顾女儿，有点不方便。然后想着要不在家自己开个店，然后想来想去开什么呢？其实那时候说实话啊，对老爸爸还是有感情的，没有感情那是假的。然后就想着我们起源于这个五花肉嘛，然后就想着要不我回来自己开一个，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嘛。那你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？还是去找以前我经常去吃的，因为他家口味确实好，也挺难的。那时候师傅不肯教，因为这个做这个人不多，师傅他手艺他不教嘛。然后我天天去磨，天天去磨。然后后来师傅问我为什么做这个，这个确实累，不小心手上就会烫一个伤疤。然后我说我不怕累，我也告诉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一行。然后那个师傅，我到现在都特别感谢我那个师傅，那师傅1分钱最后都没收我学费，还很鼓励我。那你现在做的很好了？还好吧，反正至少现在房子、车子啥也都有了。然后据听说，我前夫现在好像过得不怎样。不管男生女生，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要去依赖别人，只要肯吃苦，你就是最好的、最棒的。这个肉一定要勾好，勾不好的时候，马上烤的时候容易掉。刮这个也得有讲究，它要挂在这个硬头的地方。咱这个烤肉啊，一天现在大概能做多少根呢？这个季节的话，就会相对于来说会少一点，一天平均下来500-600根吧。夏天的时候，像那个特别是放假的时候，那时候1000根可能有的时候都有。哎呀，好嘞。那咱现在这个泰州啊，做这个脆皮五花肉的多不多呢？今年挺多的。我当时做的时候，整个就我们泰州这边就我这一家，在我们泰州，不管就是销量啊，还是这个口味，我们家都算得上数1数2的。这个封要封多长时间呢？这个要封到12个小时，就是越干越好。这个皮要封的它越干越好，不能低于12个小时，要不然到时候马上下炉子爆皮的时候啊，它爆不开。爆不开的话，它那个皮咬在嘴里，它就是硬的，咬不动。我看你这个屋子里面啊，挂了这么多，大概要用几天呢？这个就是明天用的量，这下面还在洗肉呢。这才是我们这个店的量，还有别的，还有好几个门店。泰州我们这边就这个高岗区有3个店了，最好的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总店，别的店的话相对于来说稍微少个100-200根吧。这个是挂这个皮上面的这个料。哦，这个皮上面不能有料子哈。对，你看这毛多吧，马上还要把这个毛全都用那个锋利的刀子给它刮掉。这都是有小技巧的。嘿嘿，对的。还得拿个凳子垫一下。你不站高一点，容易烫到。这个温度很高了哈。爆皮的时候都300度呢。你在房间里面温度也够高的。现在这个天好啊，暖和。夏天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蒸桑拿。这一炉要挂多少根呢？一炉基本上我们是挂30根。我看你那个胳膊上面好像是烫的吧？啊，对，这几年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、烫到的，2个胳膊上都是，现在都淡了好多了。这上面还有，基本上都是夏天烫的多，穿短袖嘛。夏天的时候都会套那个副袖。那这个进炉要烤多长时间呢？这个进炉要35分钟，那个温度的话，我们要固定在170到180之间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。高了的话，它这个皮就要爆了，肉还没熟，皮已经爆开了。我们要把这个皮朝着这个火源，要不然你朝里面的时候爆皮它是爆不开的。最后一个环节，一定要把皮爆好，爆不好这根肉全废了。这就要盖盖子。对。然后盖盖子，现在温度是100，我们要等它升到170到180，然后把下面的封门关起来，让它固定住这个温度。点风，是差不多是啊。这个咸不咸肥？不肥。不肥的。切早了，收好点啊。大哥，他家这个五花肉味道怎么样？绝对不够接通。还有142次。哦，还有人。
不够再冲。不够提醒一下再冲啊。那个一般不要放辣。好嘞。我多加一块啊！妈天天在你家买，我女儿要吃，我弟要吃，妈我自己天天要吃。早上都挖酒精。他家这个烤肉味道怎么样，美女？我是这个隔壁的，我充钱都充了，这有2千块钱。跟他家邻居哈。邻居对的。啊。知根知底，而且这个肉还是新鲜的，天天看他们家在家烤肉。等会儿哥送个鸡腿送到你家去。好，谢谢了啊。哦，现在这个炉温啊，已经将近300度了哈。对，马上你看到300度就立马掀盖。你看这个还有的没爆开，然后我们再爆第2次。啊，这个爆皮还不是一次成功的。对，把它调整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它把温度降下来，再继续爆1次。那一般正常这个爆皮的话要爆几次呢？正常是基本上2次这儿吧，因为我家用的这个炉子大，像那个稍微小一点的90的，基本上1次就能爆开。哎呦，这下面都是滴油啊！对，这个油你看特别的干净。哎，咱下面这个油要不要了呢？因为毕竟经过高温的，然后你要是卖给人家饭店的话，有点儿，对吧？之前好多那个饭店人问我们来收油嘛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卖，自己心里过不去。你要卖给人家，虽然说能得点小钱，但是，对吧？这还要把它再盖起来。对，温度降下来了，盖起来，再继续升温。你这个盆里面这个肉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是残次品，就是皮爆的不怎么好的，也不能扔掉啊。没事啊，我们到时候把这个皮剔了，它肉是好的呀，那我们就可以用点大白菜，晚上我们炒着吃，或者中午炒着吃当工作餐。啊，这就好了哈。对。啊，这是有一部分好的，有一部分没好。对，好的我们要拿出来，再不拿出来，再爆第3次的话，它就容易焦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像这些，就是还有点没爆开，我们再继续爆1次。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出错，一出错，这些肉就都报废了。这个脆皮五花肉主要就靠外面一层皮了。对，这就是它的特色。没有，这个刚烤出来的都香啊。帅哥，你看一下这2个怎么样？这个瘦的是比较多。都差不多了，都有。要不要切，美女？切。要辣吗？放一点。帅哥，他家这个烤肉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棒极了，我1星期最起码要吃4到5次。他家不光肉好吃，老板娘更漂亮。我充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来看老板娘。现在包着肉吃的更好吃。啊，就是买肉是这个，那这个要不要？送的。酱和这个生菜都是免费送的哈。对。它这里面还配了生菜，还有蒜头，还有这个叫香辣酱。这个五花肉的表皮啊，已经被烤得很焦了，都起泡了。吃脆皮五花肉啊，这外面这一层皮是最好吃的，特别的酥脆。个人感觉吃这个脆皮五花肉啊，还是要带一点肥的，吃得更香。它这个里面还配了孜然粉和辣椒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脆皮五花肉啊，就这么吃是最过瘾的。太香了！这家店的老板娘啊，绝对会做生意，然后里面还给你配了蒜头，吃肉一定要配点这个蒜，吃得更香。有很多人不怎么喜欢吃这个五花肉，但这种烤的五花肉啊，它不一样，烤完了以后，基本上里面的油脂已经很少了，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干香干香的。太爽了！这家店的老板娘非常厉害，你看她年龄不大，就做这个烤五花肉啊，在泰州啊已经开了4、5家店。这个五花肉啊，烤的味道太棒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尝一尝。他家的店呢，就是在泰州市高岗区，叫脆皮五花肉。